我觉得普通人是一辈子都不会来这个地方，而且我们能了解到这个地方，多数都是通过电影、影视或者各个方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身后的监狱。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的心脏地带，矗立着一座沉静而厚重的建筑 Kota Jati， 又名艾尔蒙勒监狱。这座已有142年历史的监狱，是柔佛历史与殖民时期遗产的重要见证。每一处都是一扇扇锈蚀的铁窗，铁条弯曲扭曲，仿佛在抵抗时间的腐蚀。锈迹在阳光下泛着红褐色的光泽，像一道道沉默的伤痕，刻录着过往无声的岁月。灰白与暗红的痕迹交错叠加，墙皮皲裂脱落，每一层裂缝里都藏着风雨的痕迹。这里不只是水泥，它像是在低语讲述那些曾被关押、曾哭喊、曾沉默的灵魂。大家好，我现在在的地方是在马来西亚的心脏地区。这个地方我认为是马来西亚最有历史感的地方之一。那是什么？就是 Kota Jati， 叫做 Ayun Malik 监狱。这个监狱是在1883年就正式运行了，而且至今已经超过了140年的历史。更加有趣的是，它的设计者竟然是佛州苏丹易卜拉欣。他不仅仅是一个国王，而且对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就特地的跑到了中国上海、日本大阪，回来亲自设计了这座建筑物。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在1883年，现在还至今保留着这所有的建筑痕迹到底是怎么样的。Let's go。所以我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就是真正的监狱，而且是在1883年的建造。我可以看得到，就在我这1尺之近的地方，上面写着39号的这个牢房。我们可以在里面再近距离去看一下，它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可以看到这边讲话是有回声的，所以你能想象它有多么的封闭。看样子不像是原来有通风。这个上厕所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席垫，而且里面是非常的幽暗的感觉。从这边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全部都是这样的单间的这个格局。我看1楼大概是有50个牢房，这些铁锈在这个门上面，建筑历史时间有多久远？有些地方全是蜘蛛网，都是这样的设计。还有是时候回家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一个很幽暗的地方，甚至没有任何的通风。我觉得这个时候的人的内心最多的应该是在反思自己当初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把这些话语全部写到了这个墙面上，是非常震撼、非常直击人心的事情。而且我在这边发现有类似于日历的一个东西，他们在记载每一天的天数，可以看得到，这边是8月、9月、10月、11月、12月，所以他自己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条斜线，代表他在这边待了多少天，去打发自己的一个休闲的一个时间。因为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而且当初是在1886年的那个时代，140年前，不管是政治犯或者是反殖民运动的这些政治领袖被关到这里，有很多历史都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在墙上所留下的痕迹。你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位置有多么的窄小，而且每一个这个监狱的狱房里面都是这么窄小的空间。我们不得而知，在100年前，可以说是一个与世隔绝，就在一个非常封闭窄小的一个地方，去解决自己的一切吃喝拉撒，就是这样。你们可以发现，并不是说这一个地方，刚刚的一个地方是那么窄小，而且你看它的每一个出口，去外面的这个出口也是相当的窄小。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设计，首先一方面可能是害怕有人去逃跑，另一方面它是从精神上面，它给你这样的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非常窄小的一个空间，你的所有的犯人都是不可以去并排出去跑，只能一个一个这样排队，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你的牢房那么的窄，是每一个地方它的门框的设置都是如此。在这么封闭的一个囚室，一定会得抑郁症的。那现在我在的这个地方，在它这个牢房之外，就是一墙之隔，它是洗澡和洗衣服的地方。它的这个东西是有点像一个游泳池的一个感觉，可以看到那边都是有一些排水的这个地方，所以我相信人从这边全部翻进去，应该是有水龙头之类的，就这样去洗，有点类似于公共的游泳池一样。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们是怎么换洗衣服？他们换洗的衣服他们会放在哪里？他们没有任何的衣服架子，监狱的这些物品
他们只可以用这种软质的这些卫生纸或者是饭团粘到这个墙上，把衣服挂到这里，这就是他们挂衣服的唯一方式。而且据这一个当地的监管人员告诉我们啊，这些所有的字迹全部都是当初犯人所留下来的痕迹。这里写这个，我想回家。记载天数，做了天数，5个月又4天，还有一些花之类的，就这样。谢谢。并不是那种木头的那种在大门口的那种门，它是非常重的一个门。你要使用很大的力气才可以推动这个门。最初这个监狱只能押解200个罪犯，随着这个监狱的扩大，到最后它可以容纳1500个人。但是到了2015年之后，这个监狱就彻底的被废弃了。而且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囚禁之地，更是权力、秩序和社会变革的一种现象。监狱中关押的囚犯既包括普通罪犯，也可能包括政治意见者。监狱与国家主义者的命运若隐若现地交织在一起。虽然具体囚禁名人的记录不详，但其历史角色不容忽视。这堵墙囚禁过自由，却也关不住人性。142年，足够让石头风化，却磨不灭人心里的光。有人在这里失去自由，也有人在这里找回自己。真正的监狱从来不是铁栏和围墙，而是恐惧、偏见和放弃希望的心。但人性永远在寻找出路。在这座城市的记忆深处，还藏着更古老的秘密。下一期，我们将穿越时光的迷雾，探寻这片土地最神秘的信仰与禁忌，一起去跟着探长李叔探索马来传统巫师窑洞的法器吧。